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化身女检察官，新片最暖的归途6月开机，去流量化实锤。赵丽颖又双若着搞事情了。据搜狐网最新爆料，颖宝主演的电影《最暖的归途》将于6月正式开机。这次她要挑战的不是古装大女主，而是女检察官。消息一出，微博瞬间炸锅，终于等到转型之作。律师袍一穿，我直接嘶哈嘶哈。不过，吃瓜群众别急着欢呼，备案信息显示，这其实是一部检察官题材电影。网友戏称，律师 vs 检察官，一字之差，格局打开了。从第20条到最暖的归途，光线传媒的法治宇宙野心。细心的粉丝发现，最暖的归途与张艺谋的第20条同属法治题材系列。光线传媒去年凭借第20条狂揽24亿票房，尝到甜头后火速推进续集第17条、第3条，而最暖的归途正是与最高检合作的检察官宇宙开篇。网友辣评，这波叫蹭热度天花板，但我愿意买单。赵丽颖的破圈赌注，从赵小刀到赵检官。出道17年，赵丽颖从《陆贞传奇》到《知否》，收视女王标签深入人心。但近2年，她明显在去标签化。第20条中饰演农村妇女郝秀萍向杨花挑战监狱母亲，这次更直接冲进检察院。业内人士分析，赵丽颖在赌用主旋律作品冲击电影奖项，这步棋走好了，她就是电视剧转型电影的标杆。剧本杀式剧情，未成年人犯罪加司法改革，这剧能处。根据备案梗概，电影聚焦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赵丽颖饰演的检察官李艳与周浩合作，揭露少年犯赵明杰的罪行，并为受害者姐姐王雅辩护。剧情涉及司法漏洞、家庭创伤等敏感议题，妥妥的法治爽剧配置。网友脑洞建议改名公诉精英，比狂飙还带感。光线传媒的超能力，顶级班底加流量保障。导演网传为第20条幕后团队，擅长将严肃题材拍出商业感。选角田曦薇、陈都灵被列入候选，有望打造检察官天团。宣传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央视及资源加持。业内人士预测，这部片可能成为下一个第20条，票房保底10亿。争议点大起底，赵丽颖能驾驭铁娘子吗？尽管粉丝一片叫好，但质疑声也不少。专业度，检察官需要极强的台词功底和气场，赵丽颖的娃娃脸能否 hold 住？档期4月刚拍完《向阳花》，6月无缝进组，身体吃得消吗？流量反噬，过度营销可能导致审美疲劳。参考《楚乔传》后期口碑下滑。网友神评论，只要别让颖宝穿高跟鞋追嫌犯，我就放心了。行业启示录，法治题材为何突然香了？从《人民的名义》到《狂飙》，法治剧一直是收视密码。但2025年尤为特殊，政策导向，最高检、法院、公安部联合出品，普法属性拉满。市场需求，观众对爽剧的审美升级，更偏爱有深度的现实题材。演员转型，周迅、章子怡等影后纷纷试水，赵丽颖跟风也算明智。专家观点，法治题材是安全牌，但也是试金石，拍好了名利双收，拍砸了口碑崩盘。结语：最暖的归途开机在即，赵丽颖这次的破圈之路注定充满挑战。是收视女王在攀高峰，还是转型失败沦为笑柄？6月开机，现场见分晓。赵丽颖造成者短发杀青照曝光，巴掌小脸引角色塑造讨论。2025年5月1日，电视剧《造成者》杀青之际，主演赵丽颖以一组齐耳微卷短发造型照片引爆全网。
照片中，她身着80年代复古工装，怀抱鲜花的干练形象与过往甜美风格形成强烈反差。赵丽颖短发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这场视觉风暴背后，不仅折射出演员与角色的深度对话，更撕开了影视行业造型革命的深层机理。造型革命从甜美到时代符号的蜕变。此次造型是赵丽颖为诠释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干部李秋平的颠覆性突破。据剧组造型师透露，为贴合角色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团队参考历史影像设计出不过耳但保留弧度的发型，既规避时尚感，又暗含果决气质。与县委大院中吴越饰演的沉稳干部不同，赵丽颖的稚嫩感与角色锐气形成奇妙互文，被影评人称为用发型书写时代女性群像。这种转变延续了其角色优先的创作哲学，从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妇女到向阳花的底层母亲，她始终将造型视为角色灵魂的外化。正如在《造成者》中，为展现基层干部的沧桑感，她刻意保留面部细纹，甚至为保护对手演员，自创精准拳法拍摄打戏。这种反流量逻辑的生存哲学，恰成为其艺术升维的护城河。容貌焦虑，镜头霸权下的行业困局。赵丽颖的巴掌脸在4K镜头下被放大为全民议题。技术层面，高清镜头将人脸放大30%，迫使演员将体脂率控制在18%以下。传播层面，MCN 机构测算单张真实感每兆可带来超500万次曝光，转化为品牌溢价。当赵丽颖脸小公式成为医美平台热搜词，当网友用比长发更有辨识度掩盖对演员专业性的讨论，这场审美窄化正将角色工具化李秋平作为改革见证者的历史厚重感被异化为流量密码。更尖锐的矛盾在于行业数据内卷。2024年，赵丽颖因农村出身遭攻击时，其主演的《风吹半夏》却创下双台年关。当同行依赖替身与抠图，她坚持全程素颜出镜。这种分裂暴露出演员的职业悖论，既要服从角色需求，又需维系公众认知，而造型往往成为平衡的支点。行业镜像，演员的角色生命权之争。赵丽颖工作室同步发布的写真中，其长发造型与剧中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分裂恰是影视行业的隐喻。资深经纪人分析，造型是演员与市场的博弈，太突破可能流失观众，太保守又难获认可。在《造成者》中，他首次尝试全包眼线与雾面唇妆，用细节调整传递角色差异。这种断舍离策略既保持辨识度，又宣告转型决心。当赵丽颖短发挑战话题下涌入大量素人晒照，当理发师揭秘耳下3公分层次的打理秘诀，这场造型实验已超越娱乐范畴，成为社会集体焦虑的投射。宫崎骏因欣赏其骨子里的生命力邀约配音，更标志其从被资本选择到被艺术致敬的跨越。开放式思辨，当演员为角色换脸成为常态。赵丽颖的转型之路抛出核心命题，在滤镜时代，演员的容貌焦虑是否正在反噬艺术创作？当毁容式演技与造型内卷并存，我们究竟该为突破喝彩，还是警惕表演本质的消解？或许真正的答案藏在他怀中的那束鲜花里，既有打破桎梏的锐气，亦需承载时代重量的韧性。